没能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毒液头号克星竟是开超市的陈太太。为了能讨陈太太欢心，毒液甚至不辞辛苦地学起了中文。然而当得知自己心爱的巧克力没货了，毒液瞬间委屈得像个被抢走糖果的小孩。自从第一部里毒液跟了怂包艾迪后，就没过上舒心日子。原本说好坏人的脑袋可以随便吃，可每次艾迪都会横加阻拦，这让毒液憋了一肚子火气。为了安抚毒液，艾迪特意养了2只鸡，想让他解解馋。没想到毒液却把这2只鸡当成了宠物，死活不肯吃。实在没办法，当晚这对活宝换上夜行衣，偷偷摸摸地潜入附近的土鸡场。看他们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就知道平时没少干偷鸡摸狗的事儿。饱餐一顿后，毒液还满脸嫌弃地抱怨吐槽吃鸡太恶心，满嘴鸡毛的感觉让他浑身难受。刚要离开，2人恰巧遇上一桩抢劫案，这让毒液瞬间欣喜若狂，兴冲冲就要冲上去加餐。在艾迪好说歹说下，毒液最终还是选择放过了他。他气冲冲地离开时，艾迪的前女友安妮打来电话约他见面，他满心欢喜赴约，以为安妮是要跟他复合，可却得知安妮即将结婚的消息，这如晴天霹雳般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无奈之下，毒液只好扛起照顾艾迪的重任，不仅打理他的生活起居，还亲自下厨做饭。虽说把家里弄得一团糟，但也能看出他在烹饪上的天赋着实不一般。没过多久，艾迪收到了变态杀人魔卡萨迪的来信。原来不久前，艾迪受邀到监狱采访卡萨迪，警官希望艾迪能从他的嘴里问出点什么。因为这位连环杀手手段残忍，警方始终找不到受害者尸体，一直无法将其定罪。面谈时，卡萨迪守口如瓶，没透露半点线索。艾迪正要失望离开，却发现他牢房墙上画满了杂乱的图形壁画。于是在回家后，毒液凭借他超强记忆力将壁画复刻了出来。可看着眼前这些杂乱无章的信息，艾迪一头雾水，直到毒液忍不住给了他提示。只见毒液用双手当画笔，很快画出了壁画中的一个角落，而那正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海滩。果然，警方根据艾迪提供的线索，很快在那里找到一处受害者的埋尸地点。这不仅让艾迪再次名声大噪，卡萨迪也从无证据暂缓定罪，直接被判处死刑。得知是艾迪破解了自己的秘密后，卡萨迪当场怒不可遏，于是写信要求艾迪来见证自己的死亡。信中，卡萨迪还透露了自己的黑暗过往，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外婆推下楼梯，还把带电的吹风机扔进母亲所在的浴缸，导致母亲被电死，就连自己的宠物也未能幸免。父亲得知后揍了他一顿，然后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里，卡萨迪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时常被同伴殴打，直到遇见拥有声波攻击能力的变种人尖叫女，才感受到一丝温暖。可好景不长，有一天警方突然将尖叫女带走，关进设有多层防护的精神病院，2人就此分离。不久后，艾迪如约来到监狱，可刚交谈几句，卡萨迪就露出残暴本性，不断对艾迪出言挑衅。艾迪本不想争执，直到对方侮辱他的父母，毒液这暴脾气再也忍不住，一把抓起卡萨迪，一顿乱揍。混乱中，杀人魔靠近艾迪，抓起他的右手咬了一口，旁边的狱警急忙介入，把2人拉开。可卡萨迪似乎发现了艾迪身上的秘密。I have tasted blood before, and that is not it. Eddie Brock has a big secret. 这场采访最终不欢而散，但艾迪离开后，杀人魔嘴角的血迹发生了变异，这后不仅不害怕，反而一口把鲜血吞了下去。回到家后，艾迪责怪毒液太冲动，做事不经过大脑。毒液则觉得自己是在为艾迪出头，2人越吵越凶，最后直接大打出手。毒液开启撒泼模式，乱丢家具，逮到什么就往窗外扔。他拖着艾迪的身体到处乱飞，艾迪则抓着毒液的舌头往身前扯。毒液要扔掉艾迪的电视，艾迪也放狠话要抛弃毒液的宠物。艾迪一边伤心，还得一边跟楼下的人道歉，2人的玻璃友谊就此破裂。艾迪用头盔敲碎了毒液的门牙，毒液反击给艾迪盖上了天花板。上头的艾迪一冲动，触发了警报装置，强烈的声波让毒液迅速逃离，直接附在了楼下收废品的大叔身上。为了报复艾迪，还砸了他心爱的杜卡迪摩托车。随后，毒液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离家出走。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憨态可掬的外星共生体，居然去了夜店，还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场歪理邪说的演讲。在场的人以为这是哪个帅哥在 cosplay， 不少美女甚至为他追捧欢呼。可一番玩闹后，毒液发现这位新宿主根本无法与自己契合，接连换了无数个宿主后，最终虚弱地倒在了陈太太的超市里。很快，卡萨迪的死刑执行日到了，在众多受害者家属的见证下，他被绑在刑床上。随着倒计时的结束，科学家
开始给他注射死刑药水。就在大家以为一代杀人狂魔即将陨落时，卡萨迪的身体突然发生突变，身上的血管呈现出诡异的鲜红色，一个疑似寄生虫的物种从他体内快速生长，行刑室内传出阵阵哀嚎，在场的人吓得四散而逃。等再次现身时，卡萨迪已不再是人类，红色共生体屠杀彻底觉醒。屠杀在监狱里对狱警大开杀戒，囚犯们则在一旁加油助威。受到鼓舞的屠杀高速旋转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飓风，将典狱长抓到自己身边。短短5分钟，屠杀就清空了整座监狱，随后破墙而出，将身体主导权还给了卡萨迪。卡萨迪哼着小曲走向夜幕，一场更大的阴谋即将拉开序幕。而另一边，艾迪与毒液因矛盾分道扬镳后，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然而这天他在家里看电视时，突然看到了卡萨迪越狱的新闻，这个消息让他震惊不已。就在艾迪准备打电话给警官时，对方已经主动找上了门。一进门，警官便客气地夸赞起艾迪新买的电视，言语间却暗藏试探。他心里清楚，艾迪身上肯定藏着什么秘密，毕竟自从艾迪见过卡萨迪后，卡萨迪就暴乱越狱了。可艾迪依旧装傻，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等警官离开后，艾迪立刻着手追查卡萨迪的下落。根据卡萨迪之前留下的信件线索，他找到了对方小时候待过的孤儿院，在那里发现了卡萨迪留下的印记。艾迪当即把这个发现告知了警官，并猜测卡萨迪大概率是去找他的女友尖叫女了。果然，如艾迪所料，卡萨迪已经闯入了关押尖叫女的实验基地，轻松杀害了看守的医生。随后，他张开触手，一用力就捏爆了牢房，与尖叫女完成了雌雄双煞的世纪合体。在共生体的帮助下，两人成功逃了出来。警察也随即赶到，对他们展开追捕。就在他们逃离时，屠杀伸出触手缠在四周，将车悬空腾起。同时，屠杀也现出原形，准备战斗。就在这时，一旁的尖叫女突然开始蓄力，紧接着从口中发出一股强烈的超音波。直升机瞬间被击毁，但这种高频噪音对屠杀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跑车随之失控掉落在地。好在屠杀看在卡萨迪的面子上，并没有追究尖叫女的责任，两人大闹一场后，彻底消失在了黑夜之中。这边警长赶到现场，看着被屠杀肆虐的一片狼藉的景象，更加确信这件事与艾迪脱不了干系，于是再次找到了他。这次他将艾迪之前的奇怪现象摆在他的面前，他相信艾迪一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他。看着这些，艾迪想到了肯定是因为之前被咬的那一口才导致了卡萨迪的事情发生。于是在警官的同意下，艾迪找来了安妮。如今只有找回毒液才能对抗强大的卡萨迪。安妮对毒液的脾性十分了解，当即就猜出毒液可能就在陈太太这里。不出所料，此时的毒液正附在陈太太的身体里耍小脾气，坚决表示不会回到艾迪身边。面对这种情况，安妮早有对策。I love seeing you in action. Let's go save that asshole. 就在艾迪心急如焚之际，安妮赶了回来。此刻毒液已经附身在了他身上。见面后，毒液直接抱着艾迪冲出警局。艾迪好话说尽，不停道歉。毒液这才屁颠屁颠地回到了他的体内。此时的另一边，卡萨迪带着尖叫女烧毁了他们小时候的孤儿院。他们决心与过去彻底告别。两人还计划举办一场血色婚礼，邀请的嘉宾正是他们的3位死对头。屠杀要亲手解决自己的父亲毒液，进而在地球上称霸。卡萨迪的目标是艾迪，而尖叫女则要向当年打瞎他眼睛的警长复仇。很快，他们先来到了艾迪家中，可还没等到卡萨迪上去，就碰到了同样来找艾迪的警长。紧接着，卡萨迪当场变身将他拿下。We found you. Shriek will be so pleased. 随后赶到艾迪家的尖叫女并没有找到艾迪的身影，却在桌上发现了安妮的照片以及她摘下的那枚钻戒。于是尖叫女立刻前往安妮家中，眼看向安妮询问艾迪的下落无果，便直接将安妮打晕带走。临走前，她还给安妮的现男友留下了一封婚礼邀请函，让他告知艾迪务必参加这场特殊的婚礼。安妮的男友很快将消息告诉了艾迪，而此时的毒液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关心婚礼上是否有好吃的小吃。
失。与此同时，教堂内卡萨迪与尖叫女正在举行他们迟来的婚礼，被俘虏的警官和安妮都成了他们的人质。现在他们只要等待艾迪的到来。就在两人宣读婚礼誓言的关键时刻，毒液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There you are. Death to you, father. No! Not you, father. You, father.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屠杀，乍然看到对方浑身血红、暴力狰狞的模样，毒液吓得立刻缩回了艾迪的身体里，还不停嚷嚷着赶紧跑。直到艾迪向他保证，战斗结束后可以让他随意享用那些坏人的脑袋，毒液才重新现身。一场父子之间的激烈大战就此拉开帷幕。毒液与屠杀你来我往，激烈交锋，打得不可开交。然而局势很快发生扭转，毒液渐渐落入下风，被屠杀重重地拍击在墙壁上。危急时刻，毒液奋力一脚踢开对手。就在这时，一道火焰如同天降神兵般精准地将屠杀点燃。原来是安妮的男友在2楼及时施以援手，但这微弱的火焰对于屠杀来说根本无法造成实质性伤害。暴怒的屠杀迅速冲了过去，一把抓住安妮的男友，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将其吞掉。好在毒液及时冲过去扯住他的脖子，才让对方逃过一劫。此时整点的钟声准时敲响，巨大的声响让屠杀和毒液都暂时变回了原本的形态，在人与共生体之间不断切换。但无论处于哪种状态，艾迪都难以战胜卡萨迪，毒液也无法彻底杀死屠杀。毒液尝试助跑冲刺，想要突袭屠杀，却被对方一巴掌狠狠拍落。另一边，尖叫女用锁链捆住警长，将他从高塔上推了下去，成功完成了多年前的复仇。此时，卡萨迪走到艾迪面前，眼中满是恶意。他并不打算轻易结束艾迪的生命，而是要让他亲身体验失去挚爱的痛苦。随后，卡萨迪再次变身为屠杀，从箱子里抓起安妮，一路奔向教堂楼顶，而毒液则被掉落的石板死死压住，动弹不得。占据绝对上风的屠杀，此时甚至动了除掉尖叫女的念头。在他看来，只有尖叫女的超音波能力能对自己构成威胁。他一把捂住尖叫女的嘴，卡萨迪试图阻止，却因为长期被屠杀操控，根本无法夺回身体的控制权。两人因此爆发了激烈的内部冲突。奄奄一息的毒液突然意识到卡萨迪与屠杀的共生并非完美，抓住这一丝希望，毒液拼尽全力掀开巨石，抄起地上的金箍棒，毫不犹豫地冲向楼顶。他悄悄爬上教堂顶端，在屠杀即将吞噬安妮的瞬间，奋力一跃。可刚救下安妮，另一边的屠杀就已经杀到了身后，一记重击将两人撞飞出去。安妮性命堪忧，毒液只能一边承受着屠杀的猛烈攻击，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她护送到高塔下方。确认安妮安全后，毒液这才顶着输出，开始直面彻底癫狂的屠杀。没了火焰和钟声的辅助，毒液一时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刚刚苏醒的尖叫女进入了毒液的视线，她立刻想出对策，甩出黑色触手，将尖叫女推下高塔。生死存亡之际，尖叫女爆发出高频率的强大音波攻击，在头顶吊钟的增幅下，声波威力成倍增加。强大的音波冲击让屠杀和毒液都被震出了宿主体外，尖叫女摔落在地，被掉下的吊钟压住，生死未卜。而毒液则迅速借助安妮的身体，成功救下来。反观卡萨迪和屠杀就没这么幸运了。屠杀想要逃回濒死的卡萨迪体内，却被毒液一脚踩住。最终，屠杀被毒液当作蛋白质彻底吞噬，毒液也终于享受到了久违的美餐。但所有人都没有发现，那名奄奄一息的警官此时眼睛内透露出一道诡异的光芒，这暗示着他已经被共生体感染。而在后续的毒液最后一舞中，他将作为重要的共生体角色登场。由于之前从警局暴力逃脱，艾迪成了被通缉的对象。为了不牵连安妮，他只好和毒液踏上了逃亡之路。告别众人后，艾迪带着毒液来到了印度的一家小旅馆。正当他悠闲地看着电视时，一道刺眼的强光突然闪过，房间开始剧烈晃动，平行宇宙发生了扭曲。艾迪转眼间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房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听到电视声音的毒液立刻现身，而电视屏幕上赫然出现了那个令毒液无比痛恨的死对头，他就是蜘蛛侠。